鱼类有麻烦了。加拿大东海岸的鳕鱼数量在上世纪90年代呈现断崖式下降，过度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捕鱼使得南佛罗里达的石斑鱼几乎绝迹。金枪鱼的数量暴跌了超过 50%， 特别是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已处在灭绝边缘。这些只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小部分，在世界各地，过度捕鱼都屡见不鲜，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些人想到捕鱼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悠闲的在船上慢悠悠地收起钓鱼线的场景。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捕鱼，商店货架上的鱼就是这么来的，看上去更像是打仗。事实上，他们使用的技术本就为战争而生。雷达、声呐、直升机以及侦察机，他们都将商业捕鱼船引向日益减少的鱼饵。有着几百个钩子的鱼线，或是巨大的捕鱼网，围住大量的鱼饵，还有其他生物，比如海鸟、海龟和海豚。鱼儿被捞到巨大的捕鱼船上，即刻便完成了速冻和处理。相比以前，所有这些技术都让我们能够捕捞生活在海洋中更深以及更遥远的鱼类。随着捕鱼深度和广度的扩大，我们瞄准了更多的鱼类。比如犬牙鱼，听上去看上去都不好吃。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渔民们都忽略它，后来它被重新包装，对美国的厨师宣称是智利海鲈鱼。尽管这种鱼实际上是一种鳕鱼，很快它就出现在了全世界的市场上，而现在更是成了公认的美味。不幸的是，这些深海鱼要到至少10岁才会繁衍后代，这使得它们对过度捕捞极端敏感脆弱，小鱼在有机会产卵前就被捉住了。消费者的口味和价格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鲨鱼鱼翅汤在中国和越南被认为是一种美味，所以鲨鱼鳍变成了鲨鱼利润最高的一部分，这让许多渔民把他们的船装满了鲨鱼鳍，而把上百万死鲨留在了海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犬牙鱼和鲨鱼面对的情况，全世界大约 31% 的鱼类都在遭遇过度捕捞，另外 58% 被以最高临界数量被捕捞。野生鱼类不能跟上70亿人吃它们的速度进行繁衍。捕鱼也对更大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人类通常要在海底拖着足球场般大小的网捕捞野生虾类，这改变或破坏了海底的生物栖息地，而捕捞上来的只有 50% 虾，剩下的都是顺带被捞上来的，无用的海洋生物被扔回去时都已经死掉了。近海虾类养殖也不见得更好，红树林被铲平，为虾类养殖开辟空间，这让海洋沿岸生物失去了抵抗风暴的保护伞，失去了自然的水过滤系统，也剥夺了鱼类至关重要的生存家园。那么要如何给鱼类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它们逐渐恢复数量呢？保护可以有很多形式，在国内水域，政府可以对捕鱼的方式、时间、地点和数量做出限制，并对某些船只和设备加以限制。有害的做法，比如海底拖网，可以一并被禁止。我们还可以建立海洋保护区，禁止所有捕鱼活动，帮助生态系统自我修复。消费者的节约意识和对浪费行为的抵制也不容小视。比如割鱼翅，就会推动捕鱼业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过去的干预措施成功地帮助枯竭的鱼类恢复了种群数量。解决方案有很多，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考虑每个渔业的最佳方法，尊重依赖海洋的当地社区，并尊重作为野生动物的鱼类。规则也必须得到执行，通常也需要国际合作，因为鱼类活动不以我们的国界为界限。我们必须停止过度捕捞，生态系统、食品安全、工作岗位、经济以及海岸文化都系于此。我们拥有能够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但您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访问 ed.ted.com/Earth School， 获取路线图和能够产生影响的具体行动。